大家好，我是真美學診所的周醫師，今天來為各位介紹一下雙眼皮。聽起來雙眼皮很簡單，但是因為我們診所这個主要的受眾通常都是年紀比較大一點的，因為我們診所大家都知道是以做拉提手術為主，所以我們遇到年紀比較大的人，他會想要來諮詢雙眼皮的時候，會遇到哪些問題？我們一起來討論一下。我們來看一下這樣子一個老人的圖，在討論這個雙眼皮的時候，其實往往都不是只有討論到雙眼皮的本身，我們應該討論幾個點。第一個是額頭，因為額頭的鬆弛組織鬆弛會造成這個眉毛的往下掉，眉毛往下掉以後會造成眉毛跟眼睛的距離改變，這個地方變窄了。所以當这個地方變窄的時候，你的雙眼皮怎麼樣看起来都會不自然，而且也會有一種垂墜感，尤其是外側。第二個，我們再討論到雙眼皮，這眼皮的本身的鬆弛，眼皮本身的鬆弛它也會蓋下來。本來是雙眼皮，就會變得有點像內雙。身為解剖美學的奠基者，我始終堅持解剖分層為基礎，結構力學來設計，安全優先是原則。因為沒效才是最貴，想做要找專業。尤其是外側會掉比較多，就會變成俗稱的三角眼，會有一個折的形狀出現。第三個在討論的是所謂的肌肉的力量。我們可以看到，為什麼這個年紀比較大，肌肉力量變小，或者黑眼珠就露出來變少。黑眼珠露出來变少是很嚴重的事情，這個會很像是有東西蓋住我們的眼睛的感覺，在看東西的時候會覺得有模糊感，然後會有一種比較暗的感覺。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肌肉的鬆弛造成的這個肌肉無力，所以眼睛打不開。眼睛打不開以後，它的瞳孔就被蓋住了，你光線只要被阻隔了，當然看東西就是暗的，就是模糊的。是我們的眼睛的上眼皮的側面的解剖圖。我們主要是在這個地方，這條有2條小的肌肉，非常的小，非常的薄，非常細。这叫做上提眼瞼肌，這個你可以俗稱叫做目視肌，或者叫做小提眼肌。這2條肌肉會負擔的把這個我們上眼皮往上拉的這個力量。那當我們年紀大以後，這2條就會很像橡皮筋，你拉扯，就會東西鬆掉。鬆掉之後呢，這個東西就提不起來了，就變得很重，就垂下來。那在處理上的話，就是把這個肌肉做一些處理，例如說，我們可以把外側的這個上提眼瞼肌做一些折疊，或者是可以從這個目視肌下手，就所謂小提眼肌，把它截斷，把它稍微縫合起來，這2方法都可以。老年性的雙眼皮還會有一些其他問題，這個是眼窩的脂肪，眼窩裡面脂肪，有些人因為眼袋跑出來，它就整個往下掉，這邊凹陷，這邊突出。但也有的人是这個眼瞼板變得比較弱，所以這個眼窩的脂肪就跑出來，脫垂出來了。還有一種是最麻煩的，我們剛剛講，我們的雙眼皮其實很難不去跟眉毛一起討論。眉毛的下垂會造成雙眼皮的變窄，所以呢，這個是眉毛的脂肪，這個是眉毛的脂肪。眉毛後面的脂肪它常常會跟着一起往下掉，所以會造成雙眼皮厚重的感覺。所以雙眼皮該如何處理？我們所謂的老化的雙眼皮，第一個我們要先確定眉毛的位置，眉毛的位置是不是在正確的位置？眉毛的脂肪有沒有往下掉？如果眉毛沒有在正確位置，我們會希望透過所謂的前額的內視鏡拉皮的手術把它往上移，或者是選擇所謂新式美切，從眉毛的周邊劃一刀。然後呢，往上剝離，把韌帶重新復位到比較高位的地方去。這樣做有2個好處，第一個是把眉毛的距離往上拉，第二個好處是把眉毛跟眼睛的距離拉寬了。第二個，我們才會來討論到雙眼皮本身。當然，這裡的皮膚有一些鬆弛的時候，我們會修掉一些眼皮，沒有錯。那這個是最基本的雙眼皮手術。但是我們剛剛講，肌肉無力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們希望看東西是可以看得清楚的，然後呢，跟人在面对面的時候，我們的眼睛是有神的，会有 bling 的那種感覺，所以肌肉要做處理，黑眼珠露出來才會漂亮。跟大家介紹一下，我們會分成 A、B、C 3件事情。這裡眉毛要處理，然後呢，眉毛位置處理好了以後，我們來處理雙眼皮。雙眼皮在處理之前，最重要就是眼睛的肌肉，提眼肌的肌肉，如果沒有意的話，一定務必要一起處理。我是真美學診所的周醫師，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話，歡迎大家幫我們按讚、分享、訂閱，謝謝。
我們今天的影片之後呢，對你是不是很有收穫？你要不要確認一下今天這個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？趕快來做以下這些題目哦。